卢大爷今年72岁，从年轻时起他就热爱运动，那时他特别喜欢跑步，每次跑完步浑身是汗，感觉畅快淋漓。由于长期坚持跑步，他的身体一直很健康，就连感冒之类的小病都很少找上门。到了中老年时期，他了解到不宜继续长跑，于是改变运动方式，用散步替代了跑步。每天晚饭过后，卢大爷都会雷打不动地去公园里散步，有时老伴陪着他，有时女儿陪着他。然而最近卢大爷散步后，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，大腿很疼，于是去医院检查治疗。医生得知卢大爷平时非常喜欢散步后，提醒他过了70岁要少散步，多做2件事。很多老年人都不重视这一点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佛禅。过了70岁要减少散步，多做2件事，这样多半能活到80、90岁。究竟是哪2件事呢？这个视频为您说清楚。如果您觉得本视频还不错，请点击订阅并给佛禅点赞，不要忘记分享给您的朋友，感谢您的支持。70岁少散步，多做2件事。卢大爷有些疑惑不解，因为和跑步等运动不同，散步不属于剧烈运动，为什么老年人就不能经常散步呢？为了弄清楚原因，卢大爷向医生追问缘由。卢大爷说：医生，我听说散步是最适合老年人的运动之一，你说要少散步，我实在不理解，你给我详细解释一下吧。医生扶了扶眼镜，微笑着对卢大爷解释道：大爷，您说的没错，散步确实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有益，但问题是老年人年龄越来越大，尤其是到了70岁之后，如果长期散步，老年人的关节软骨会不断被磨损，这样极易导致关节疼痛。当然，不是说不能散步，只是以后偶尔去散步就行，没必要像之前那样每天坚持。卢大爷这才恍然大悟，说道：原来是这样啊，我明白了，看来是我孤陋寡闻，错怪你了。对了，医生，你刚才还提到多做2件事，到底是什么事呢？医生指出，其一，要养成经常用脑的习惯，因为老年人的大脑会逐渐萎缩，如果经常不使用大脑，会加速大脑的老化，进而影响认知能力，最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引发老年痴呆症。生活中有一些老人就是因为经常不动脑，久而久之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。老年痴呆症这种疾病虽然不像癌症、心脑血管疾病那样直接危及生命，但也绝不能轻视。要知道，一旦患上这种疾病，患者的记忆力会逐渐丧失，症状较轻时只是记不住一些事情，随着病情加重，记忆力会越来越差，记不住的事情越来越多，到最严重的情况，患者会彻底失忆，家人和朋友都会忘得一干二净，甚至连自己是谁、自己的名字都记不住，而且患者还会丧失生活自理能力，必须依靠家人照顾饮食起居才能生存。卢大爷一听吓了一跳，说道：原来不动脑这么严重啊，现在想来，我退休之后就不怎么用脑了，平时就是喝喝茶、散散步，几乎什么都不想，看来不能再这样了。那么医生，老年人用脑应该做些什么呢？医生回答说，其实很简单，比如老年人可以经常下象棋，玩一些益智类游戏等，此外还可以多看看书，这样就能让大脑经常运转，自然就不会快速老化。卢大爷听完立刻回应：好的，我记住了。那医生，第2件事又是什么呢？医生紧接着说：其2，要合理膳食，补充营养。老年人体质日益衰弱，此时最容易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，如果长期如此，身体会越来越差，
各种疾病就会趁机入侵，老年人自然难以承受。为了抵御疾病的侵袭，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应尽量做到合理膳食，多补充各种营养，使身体始终保持营养充足的状态。具体做法是多吃新鲜的水果和绿叶蔬菜，比如橙子、茄子、小白菜、青菜等。这些果蔬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C、碳水化合物等营养元素，正是老年人所需要的。而且这些果蔬大多味道不错，老年人基本都能接受。当然，只吃蔬菜也不行，还应该食用一些肉类，比如鱼肉、鸡肉就很好，尤其是鱼肉脂肪含量较少，还含有一些特殊的营养物质，多吃可以增强老年人的认知能力等。老年人还应该经常食用牛奶、鸡蛋，这2种食物含有大量蛋白质。要知道，老年人经常会流失很多蛋白质，如果不能及时补充，后果会很严重。这些食物可以增强老年人的免疫力，从而更好地抗击各种疾病。而且牛奶和鸡蛋都很美味，大家都能接受，选择食用这2种食物是明智之举。2. 这3种方法让健康常伴。医生提到的上述2件事确实有助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，但仅靠这些还不够，还需要更多方法。比如以下这3种方法就能让老年人与健康相伴，从而更长寿。1. 远离不良情绪。不良情绪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无益，必须远离。年轻人不同，老年人更容易被不良情绪困扰，尤其是独居老人。很多独居老人会产生强烈的孤独感，长期如此会感到抑郁悲伤。可以想象，如果一个老年人长期被不良情绪笼罩，想要获得健康简直是天方夜谭。所以老年人最好不要独自生活，养老期间应多和家人在一起，子女也要经常抽空陪伴老人。有些人总是找借口，比如工作忙没时间，这种行为不可取。老人把孩子养大不容易，子女要懂得感恩，尽到赡养老人的责任。只要家人经常陪伴在老人身边，不仅能让老人感到轻松快乐，在老人突然生病时还能有个照应，及时送医救治。2. 不能排斥体检。相比年轻人，老年人更应该定期体检，毕竟疾病更容易侵袭老年人，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并治疗，是非常危险的。比如糖尿病、高血压、癌症、心脑血管疾病等都是老年人常见的疾病。如果老年人患上心脑血管疾病，是极其危险的，随时可能被夺去生命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新闻报道说，一些老年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，即使有幸存活，身体也会遭受重创，余生都会被这类疾病困扰，很难有更多幸福和快乐。大部分疾病初期没有症状，只有到病入膏肓时才会有疼痛等不适症状，那时才发现并治疗就太晚了。如何发现疾病呢？当然是通过体检，因为体检时医生会用很多先进的医疗设备检查人体各个器官和系统，这样就能快速发现病变部位和疾病类型。老年人不能排斥体检，只有接受体检才是对自己健康负责。3. 多饮水很重要。饮水也是保护身体健康的重要手段。如果平时不喜欢饮水，身体可能会出现问题。饮水有哪些好处呢？它可以加速人体新陈代谢，有助于血液循环，从而降低血液粘稠度，使血压长期保持正常水平，
最终达到预防高血压并发症的效果。由此可见，饮水的重要性不可小觑，尤其是老年人更容易患高血压，所以更要多饮水。老年人早中晚都应该饮水，晚上入睡前也应喝一杯水，这样对身体健康更有利。当然，老年人饮水要注意不能喝凉水，因为肠胃较弱，最好饮用温水，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。一般一次喝一杯水就够了，喝水时也不要太猛，要慢慢喝。3. 保持健康是重中之重，老年人身体非常脆弱，所以保持健康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，只有这样才能远离疾病。要实现这个目标，老年人需要学会上述方法，其实还有很多方法，比如要少接触烟酒，因为烟酒有害健康，甚至可能引发癌症。还要做到作息规律，一日3餐按时吃，但不要吃得太饱，高脂肪、高盐食物应尽量少吃，比如腊肠、腊肉、各种动物内脏等。老年人也有必要经常食用一些含有糖分的食物，比如苹果、梨、蜂蜜等，它们含有天然糖分，有利于健康，主要是能增强老年人的抵抗力。不建议食用蛋糕、点心、巧克力等高糖食物。老年人已经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，身体不堪一击，最容易遭受各种疾病的侵害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增强体质。有些老年人会通过运动来达到这个目的，比如散步是老年人喜爱的运动之一，但实际上年龄越大越不宜经常散步。医生提醒大家，到了70岁之后最好少散步，因为容易损伤老人的关节。多做2件事，包括经常用脑、合理膳食和补充营养。可见70岁之后的老年人确实不适合长期散步，只能偶尔进行。其实老年人还可以通过其他方法保持健康，比如远离不良情绪、定期体检、多饮水等。大家还知道哪些方法可以帮助老年人远离疾病困扰呢？欢迎留言讨论，下面与您分享。人到老年需谨言慎行，管住自己的嘴，切勿逢人便说以下这些话，不然只会徒增烦恼。1. 避免说儿媳和女婿的坏话。儿媳和女婿并非亲生子女，老人可能不会像对亲生子女那般喜爱，即便他们犯了错，老人也不应四处宣扬他们的不是。常言道，家丑不可外扬。要知道，很多人都乐于看他人的笑话，倘若老人到处说儿媳和女婿的坏话，一旦被他们知晓，日后老人遇到困难，子女又不在身边时，能提供帮助的往往是儿媳和女婿，即便他们表现不尽如人意，也总归比外人强。明智的老人不会指责儿媳和女婿，反而会在他人面前夸赞他们懂事孝顺，常给自己买礼物。这样的老人才是通情达理的，毕竟说出去的话容易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，谁也不想自家的丑事沦为邻里的话题。2. 避免说邻居的坏话。老年人闲暇时间较多，无事时常聚在一起聊天说笑，但无论邻居发生何事，都不应说他们的坏话。俗话说，远亲不如近邻。子女在外工作，当老人遇到事情时，邻居可能会伸出援手，因此平时要与邻居友好相处。若到处说邻居坏话，导致关系恶劣，一旦自己有难，邻居自然不会帮忙，到时可不要埋怨邻居见死不救。3. 避免老说自己身体不好。人老了，对死亡会产生恐惧，但如果经常在他人面前强调自己身体不好，没病也可能被说有病了。而且没人喜欢听丧气话，
大家都爱听好话，整天在别人面前诉说自己这里不舒服，那里疼痛，会让别人觉得老年人毛病多，大家都是同龄人，听着这些抱怨，心里也不会舒服。人们都喜欢充满正能量、有活力的老人，而非死气沉沉的老人。比如整天唉声叹气、愁眉苦脸的老人，谁靠近都会心情不佳。所以不要逢人就说自己身体不好，人老了有些小毛病很正常，能治疗的病都不算病，即便得了大病，也不要让他人知晓，否则只会遭人嘲笑，不会得到同情。4. 避免说亲人的坏话。亲人是我们生命中有着特殊情感纽带的人，兄弟姐妹更是如此。即便他们可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，日子里或许也有不开心的隔阂，但这终究是家庭内部的事情，自己清楚就好，没必要四处宣扬。因为外人往往不会真心希望你过得好，他们可能会抱着看热闹的心态，甚至会在背后添油加醋。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优缺点，兄弟姐妹也不例外。我们应该学会用更宽容和理智的眼光去看待他们，多关注他们的优点，这样有助于改善彼此的关系，也能让家庭氛围更加和谐，日子自然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就算兄弟姐妹的某些行为确实过分，我们可以选择断绝关系来维护自己的底线，但这也比到处说他们的坏话要好得多。因为说坏话不仅不能解决问题，还可能让自己成为他人的笑柄，而且在遇到紧急情况时，能真正给予帮助的往往还是兄弟姐妹，外人很少会在我们困难时伸出援手，更多的可能是冷眼旁观或者落井下石。所以为了家庭的和睦以及自身的尊严，我们要避免说亲人的坏话。5. 避免说退休金的具体数字。退休金是老年人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，其数额在退休后基本就确定了。对于这个数字，老年人应该保持谨慎，不要随意向他人透露。如果自己的退休金比别人高，可能会引起他人的嫉妒，这种嫉妒可能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，比如在背后说坏话，或者故意给你使绊子，从而损害你的声誉。而如果退休金比别人低，自己可能会因此感到难为情，产生一种自卑心理。无论是哪种情况，相互比较退休金数额都只会给自己带来烦恼，没有任何实际的好处。老年人应该明白，退休金是自己生活的保障，有多少就合理安排使用多少，自己心里清楚就好，不需要让他人也知道。学会保守这个秘密，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，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自在。这样可以专注于享受自己的生活，按照自己的经济状况安排各项开支，而不会因为他人的看法和比较而产生心理负担。6. 避免说自己的存款有多少。钱财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种重要的保障，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子女还要可靠。自己辛苦积攒下来的存款数额应该是属于自己的隐私，老年人不要轻易向亲朋好友透露这个数字。一方面，如果被他人知道自己有存款，可能会有人因为各种原因向你借钱，当你拒绝时，可能会被指责小气，而如果借出去，又担心钱收不回来，这会让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。另一方面，子女知道你有存款后，可能会惦记这笔钱，希望能够用于自己的生活开销，这可能会引发家庭矛盾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比自己有钱的人比比皆是，老年人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，不要因为自己有一些存款就到处炫耀，低调做人做事才是明智的选择。炫耀存款
不仅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，反而可能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，比如他人的嫉妒或者惦记。保持低调，珍惜自己的财产，合理安排使用，才能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安稳和幸福。7. 避免说子女的坏话。子女再不好，也是亲生骨肉。有些老人觉得子女不养老，就到处说子女坏话，想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有一对不孝的儿女。其实这些话没必要说，说出去只会被人笑话，觉得你很失败，教育出不孝顺的儿女。也许子女并非不想养老，而是自身难保。比如我堂哥结婚后要养老婆孩子，还要供房，每月工资刚到手就全部转出，自己都没有生活费，更别说给父母养老钱了。子女压力确实大，有钱的话肯定会孝顺父母的。老年人应多站在子女的立场考虑问题，多理解他们，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怨气了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不要忘记点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期待与您再次相遇。